各位觀眾好，1945年8月，蘇聯坦克越過邊境，開進滿洲。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軍事佔領，這是一個地區從工業高地墜入財富真空的開始。在此之前，滿洲擁有亞洲最完整的重工業體系，鋼鐵、煤炭、電力、鐵路、機械、化工、軍工、糧食加工、金融系統集中在新京、奉天、鞍山、哈爾濱、大連、吉林、齊齊哈爾等城市。這裡不是貧瘠的邊疆，這裡是東北亞的工業心臟。但是蘇聯紅軍進入之後，行政系統崩潰，銀行停止營業，鐵路被軍事接管，工廠被封鎖，機器被拆卸，黃金、白銀、鑽石和印鈔設備開始從金庫、車站和工廠倉庫中消失。官方歷史通常把這一切稱之為日本戰敗後的接收。問題是，滿洲國不是日本，也不是二戰戰敗國，也不是二戰中的交戰國。為什麼在二戰結束之後，只有滿洲國遭受了經濟掠奪？二戰中的罪魁禍首德意志軸心國沒有一個國家遭到經濟掠奪，更沒有遭到工廠被拆卸之後運往戰勝國的待遇。蘇聯沒有沒收搶奪日本和德國的任何資產，美國也沒有搶奪沒收德國和意大利的任何資產。為什麼偏偏滿洲國卻遭遇了蘇聯的掠奪，遭到了如此悲慘的結局？如果換一個角度看，這更像是一場經過國家機器組織的歷史性的盜竊。一個國家的主權財富在短短幾個月內被外部力量清空。在這一集，我們就要追問1945年來滿洲的黃金、紙幣、機械和未來到底去了哪裡？首先，新京金庫是現代主權貨幣的心臟。滿洲中央銀行不是普通的銀行，它是滿洲國的貨幣發行中心、財政結算中心、銀行監管中心和國家儲備中心。一個現代國家的主權貨幣不能只靠紙張維持，它背後需要3種東西：第一，黃金、白銀、外匯和證券等儲備資產；第二，需要工廠、鐵路、礦山、電力和糧食構成的實際生產能力；第三，政府稅收與行政信用。這3者共同支撐起一張紙幣的價值。如果金庫被掏空，工廠被拆走，稅收體系瓦解，紙幣就不再是貨幣，而是一張張廢紙。1945年的滿洲正是這樣被擊穿了。蘇聯軍隊越過邊境後，滿洲不是單純換了一個佔領者，而是失去了支撐貨幣的一整套經濟基礎。這就是新京金庫謎案的核心。被拿走的不只是黃金，被拿走的是貨幣信用、工業能力和財政主權。1945年8月8日，蘇聯對日宣戰。8月9日，蘇軍進攻滿洲，新京震動。滿洲中央銀行停止對外營業。8月12日到13日，滿洲中央銀行將紙幣印刷機、造幣用紙總行庫存尚未發行的紙幣 4.3 億元，以及尚未蓋印紙幣合計約9億元，隨滿洲國政府運往通換。這是整個事件中最重要的細節之一。金庫還在新京，但制造貨幣的機器已經被轉移。這也就是說，在國家崩潰前夜，滿洲金融系統最先被爭奪的不是黃金，而是繼續制造貨幣的能力。
誰控制印鈔機，誰就能控制價格、工資、儲蓄和市場；誰控制貨幣，誰就能控制人民。1945年8月19日，滿洲中央銀行完成了一筆極具象徵意義的電匯，他向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及日本政府電匯了5000萬元，作為滿洲流亡政府的經費。這筆轉賬像一把鑰匙，打開了1945年滿洲金融崩潰的另一面。1945年8月20日，蘇軍對長村實行軍管，接管了滿洲中央銀行。2天之後，8月22日，蘇軍從滿洲中央銀行提走了黃金36公斤、白銀66公斤、鑽石3705克拉，作為戰利品運往了蘇聯。這是目前公開資料中可以明確確認的實物金銀記錄。按照2026年國際黃金價格粗略估算，36公斤黃金約等於1157.5金衡盎司。如果以每盎司約4200美元計算，僅這部分黃金的現在市場價值就約為486萬美元。但問題在於，這只是公開可見的最低記錄。滿洲中央銀行作為國家金融中樞，真正掌握的不只是金銀鑽石，還包括外匯、證券、債券、準備金、未發行的紙幣、賬簿、財政賬戶、銀行網絡和金融檔案。36公斤黃金只是可以查到的證實的賬面上露出的一角，非常微小的一角。真正的黑洞是蘇軍接管後，完整資產清單在哪裡？金庫、財政部、鐵路、工廠和礦山之間的資產是否被統一登記？哪些被登記為戰利品？哪些被登記為賠償？哪些根本沒有進入官方統計？如果沒有完整檔案，所謂的接收就只是另外一個名詞——掠奪。事實上，蘇聯從未公布接收的完整檔案。金條可以裝進箱子，但一個工業國家真正值錢的是機器。1945年秋天以後，蘇軍在滿洲拆運的不只是銀行貴金屬，還有大量的工業設備、電廠設備、機床、鋼鐵廠設備、化工設備、鐵路器材、軍工設備、紡織機械、造紙設備、通訊設備，陸續被拆卸、裝車、編號，然後通過鐵路運往蘇聯方向。這不是士兵臨時搶劫，這是後勤組織、鐵路調度、工程拆卸、軍事運輸共同協調完成的國家級搬運。從鞍山到奉天，從大連到長春，從哈爾濱到邊境，一列列滿載設備的火車駛向北方。對蘇聯來說，這些都是戰爭賠償；對滿洲人來說，這是生產資料被連根拔起，金庫被清空，對摧毀儲備，機器被拆走，摧毀的就是未來20年、30年，甚至一代人的生產能力。當電廠不能發電，鋼廠不能煉鋼，鐵路不能修復，工廠不能開工，紙幣也自然也就失去了價值，因為貨幣背後已經沒有產品。這就是財富真空的形成過程，先拿走黃金，再拿走機器，最後讓人民手中的紙幣自己死亡。我們想一想，我們會問，滿洲國和蘇聯從未發生任何糾紛，為什麼蘇聯要讓滿洲國賠償他二戰中的損失？道理何在？更嚴重的問題是，就在蘇聯開戰前的幾天，滿洲國和蘇聯還是友好同盟國家，
滿洲國與蘇聯沒有戰爭，沒有糾紛。蘇聯與德國交戰，你要賠償可以去找德國，你找滿洲國賠償的道理和法理依據是什麼？蘇軍佔領後，東北出現過蘇聯紅軍司令部發行的軍票和地方流通臨時貨幣。在正常國家裡，貨幣代表的是國家信用，但在佔領狀態下，貨幣就可能變成強制徵收的工具。佔領軍發行軍票，規定其為交易媒介，再用這種新貨幣購買糧食、布匹、煤炭、車輛、房屋、日用品和私人財產。滿洲貨幣一夜之間全部化為烏有，而蘇聯軍票沒有任何物資承載以及任何信用承載，按紙一張，卻可以隨意印刷，結果就是通貨膨脹和肆無忌憚的掠奪。市場被軍事權力壓制，結果就是強制低價收購。如果原來的銀行儲備被提走，結果就是舊貨幣信用崩潰。滿洲的普通民眾在短時間內經歷了3重打擊。第一重是滿洲中央銀行券失去國家支持，第二是新的軍事票據和接收的政權貨幣進入市場，第三是工廠停摆導致商品減少，物價上漲，儲蓄貶值。這不是單純的經濟混亂，這是一種典型的佔領金融邏輯，用無成本印刷的廢紙換取當地人民真實的糧食、布匹、金屬、房屋和勞動。當印鈔機成為武器，人民的畢生積蓄就會在幾周或者幾個月內變成廢紙。1945年之後，滿洲不僅是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戰利品交換現場，也成為了國共內戰的戰略核心。誰控制滿洲，誰就控制中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、鐵路網絡、軍工資源和糧食產區。美國外交文件曾注意到一個關鍵事實：中共軍隊在蘇軍撤離滿洲時獲得了大量日本軍用物資，這不太可能是偶然。這句話非常重要，它說明了滿洲不僅被拆走了工業設備，同時也被留下了可以改變內戰格局的武器、倉庫、鐵路據點和戰略空間。蘇聯沒有把滿洲還給一個地方社會，沒有建立一個可以維持社會的新政府，也沒有像在波蘭、匈牙利、羅馬尼亞及東德和北韓一樣建立新政權，也沒有讓滿洲人民自己去選舉成立民主政府。蘇聯在拆走最核心的工業設備後，把一個被空心化、被軍事化、被財政摧毀的戰略空間留給了正在擴張的共產黨軍隊。在這個空間裡，武器、糧食、鐵路、城市、工廠和被壓垮的中產階層都成為了新政權崛起的基礎條件。這就是所謂的按金輸送的真正含義。它未必只是一箱黃金，它也可以是一座兵工廠、一條鐵路、一批日本武器、一座被接管的銀行、一群被迫服從的新官僚，以及一個已經失去私有財產權保護的社會。1945年以前，滿洲是亞洲罕見的，也是唯一的重工業集中區。但蘇軍進入之後，工業基礎遭到了系統性衝擊。美國賠償調查團留下的照片和記錄顯示，蘇軍從滿洲工廠拆走的工業設備，部分資料估計，滿洲電力、金屬加工、鋼鐵、化工、紡織、通訊等部門都遭到了嚴重破壞。電力設備被拆走，工廠不能開工；機床被拆走，維修能力消失；鋼鐵設備被拆走，重工業鏈條斷裂；通訊工業設備被拆走，管理系統癱瘓；
工業被拆毀以後，區域經濟不只是暫時停產，而是失去了自我修復能力，也就是依賴陷阱的開始。當一個地區自己的資本、機器、金融和稅收基礎被摧毀後，它只能等待外部撥款、外部計劃、外部幹部、外部投資。從此以後，滿洲不再以自己的財政邏輯發展，而是被納入外部國家戰略。它從工業核心變成資源基地，從財富創造者變成財政被安排者，從區域主體變成行政對象。1945年的掠奪有2個階段，第一階段是外部掠奪，蘇聯進入後，以戰爭賠償和戰利品為名，提走金銀鑽石，拆運工業機器。第二階段是內部殖民式整合，戰後滿洲的資源、稅收、工業利潤、幹部任免、財政安排和發展方向都逐漸被中共中央政權重新控制，地方不再擁有真正的財政自主權，資源可以被拿走，利潤可以被上交，產業可以按照國家計劃布局，人口可以被動員，城市可以被犧牲。這種結構的後果不是1年2年就能顯現，而是幾十年後才會集中爆發。我們看看今日的東北滿洲3省，是不是40年代、50年代造成的後果的集中爆發？當一個地區長期不能決定自己的稅收、產業、人口和資本方向，它表面上屬於國家，但實際上卻失去了經濟自主權。這就是內部殖民的核心，不是沒有資源，而是資源不能服務本地；不是沒有工人，而是工人的勞動不能積累為地方財富；不是沒有工業，而是工業利潤不能轉化為區域復興。當我們把鏡頭從1945年推到了2026年，今天的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及蒙古東部依然是中國重要的糧食、能源、設備製造和邊境安全地區，但是他們在全國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已經遠遠低於歷史上的工業地位。2025年，東北3省 GDP 合計約為6.5萬億元，約佔全中國經濟總量的 4.6%。這與曾經作為中國工業心臟的地位形成了強烈反差。東北不是沒有被扶持，而是扶持沒有恢復真正的區域自主增長能力。為什麼？因為問題的根源不是單純缺錢，而是財政自主、產業主權、人口主權和資源收益權長期不足。一個地區如果不能決定自己的稅收和如何使用，不能決定自己的資源如何定價，不能決定自己的工業如何升級，不能決定自己的資本如何留下，那麼再多轉移支付和扶持也只是輸血，它無法恢復造血機制。這就是1945年財富真空延續到今天的方式。金庫被清空是一瞬間，財政依賴卻可以延續1個世紀。我們可以計算1945年被蘇軍公開提走的黃金是36公斤，如果加上66公斤白銀和3705克拉的鑽石，這依然只是一個可見的最低數字。但是真正無法簡單計算的是以下幾項：第一，滿洲中央銀行完整金庫資產；第二，滿洲財政賬戶和證券資產；第三，未發行紙幣和印鈔設備所代表的貨幣主權；第四，被拆走的工業機器和生產線；第五，工廠停產造成的多年產出損失；第六，
區域資本積累被打斷造成的複利損失。第七，幾十年財政自主權缺失造成的發展機會的損失。如果只算黃金，滿洲損失的是幾百萬美元；如果算工業機器，損失可能是幾十億甚至數百億美元。如果從1945年至2026年80年的資本複利、工業升級和地方財政積累，損失就不是一個金庫，而是一個世紀。這就是背道世紀的含義。1945年以後，滿洲社會最脆弱的不是窮人，而是剛剛形成的城市中產階級，銀行職員、技術人員、教師、醫生、鐵路員工、工程師、小商人、工廠管理人員，他們依靠工資、儲蓄、專業技能和私有財產生活。但金融崩潰、通貨膨脹、政治接收和財產清算同時到來，使這批人迅速失去經濟獨立性。當儲蓄變成廢紙，房產失去保護，工廠被接管，職位必須服從政治審查，一個社會的中間層就被徹底打碎。而一個沒有獨立中產階級的社會，最容易被洗腦，被重新組織。土地改革、財產清算、階級劃分、忠誠審查、單位制度，正是這種財富真空中獲得推進空間。貧困不是偶然結果，貧困成為政治控制的基礎。當人民沒有財產，只能依賴組織；當地方沒有財政，只能依賴中央；當企業沒有產權，就只能依賴計劃；當歷史沒有記憶，就只能接受官方敘事。滿洲的故事不只是歷史，它也是現代金融戰的警告。今天的世界，掠奪一個地區未必需要坦克開進金庫。1945年的滿洲告訴我們，一個地區即使擁有工廠、礦山、鐵路和糧食，如果沒有自己的金融主權、財政主權和產權保護，所有財富都可能在外部權力進入的一瞬間被重新定義。今天叫儲備，明天就被叫做戰利品；今天叫做地方資產，明天就被叫做國家調配；今天被叫做私人資產，明天就叫做階級問題。這就是滿洲案例中對當今世界的警告。中產階級的繁榮在國家主導的經濟破壞面前極其脆弱。長期以來，滿洲的歷史被寫成別人的附屬章節。在日本敘事中，它是日本帝國協助開發的盟國；在蘇聯敘事中，它是反法西斯勝利的戰利品；在中國敘事中，它是被解放和接收的東北。很少有人會問，滿洲本地人民的財富去了哪裡？滿洲的工業是誰建造的？滿洲的稅收服務了誰？滿洲的資源養活了誰？滿洲的中產階層為什麼消失了？滿洲的財政主權為什麼沒有恢復？重塑滿洲敘事不是為了懷舊，而是為了重新提出經濟權利問題。東北滿洲人民有權知道1945年金庫資產的完整去向，有權要求公開蘇軍參運工業設備的檔案，有權要求重新評估戰後東北工業利潤、財政上繳、資源調撥和地方發展損失，有權要求區域財政自主、資源收益本地化和產業再投資。歷史不能改變，但賬本可以重新打開。如果1945年滿洲的黃金沒有被帶走，機器沒有被拆走，銀行沒有崩潰，工業沒有被清算，地方財政沒有被長期抽取，
今天的滿洲會是什麼樣？它可能是東北亞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，可能擁有世界級鋼鐵、機械、汽車、航空、糧食加工、產業深加工和能源產業，可能擁有富裕的城市中產階層，可能擁有強大的大學、醫院、鐵路網絡和區域金融中心，可能不是一個等待轉移支付的老工業基地，而是一個能夠自我更新、自我投資、自我決策的富裕地區。但歷史沒有走向這條路。今天我們不是只在追問一批金條的下落，我們是在追問一個更大的問題：一個地區滿洲東北被偷走的事跡，是否還能被重新計算？東北滿洲的財富不應該永遠停留在別人的檔案櫃裡，東北滿洲的歷史也不應該永遠由掠奪者書寫。金庫也許空了，但賬本還沒有結清。各位觀眾，由於時間的關係，今天就談到這裡，下期節目我們再見。